大家好，我是 Paul。您曾听过史上最扯的选举事件吗？到底瞎在哪里呢？我们先从最近2个最火热的选举新闻谈起。最近美国总统大选是全球最火热的新闻了，开票陷入焦灼的状态。截至录影时间，2020年11月18日为止，仍然有数个州尚未宣布投票的结果。而伪造的问题无疑是当前争议的焦点，是否有欺诈，或者是说选举舞弊，还有待司法进一步来厘清真相。说起欺诈作票，只要有选举的地方，就会有这样的争议产演出来。对于自由民主选举来说，这意味着投票这个民主机制失灵，进而使得胜选者没有民主的正当性。那么到底有没有作票呢？其实只要是自由民主的国家，任何一方的候选人有疑问时，都有知道真相的权利，这也是任何一个候选人都会这么做的事。就像在今年白俄罗斯总统大选的事件，也是闹得沸沸扬扬，截至现在还没有落幕呢。白俄罗斯的事情是在今年的8月9日举行总统大选，当结束后，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说，卢卡申科赢得了460万张选票，官方宣布总统卢卡申科第6次连任成功，赢得了80%选民的支持。主要反对派总统候选人齐汉姆斯卡娅拒绝承认选举的结果。欧洲任期最长的总统卢卡申科，他在1994年当选，到今年已经执政26年了。然而，在今年的选举遭到指控，使用欺骗的手段。从大选以来的连续3个多月，已经有成千上万的民众走上了明斯克的街头，抗议他们所说的操纵结果。虽然欧盟和美国已经声明不承认选举的结果，但是至今真相还没有明朗。尽管世界各地不断的有这样的声音和事件传出来，但是都比不上发生在1927年赖比瑞亚总统大选来的夸张。这件事也被吉斯尼世界纪录认证为有史以来最欺诈的选举。这里要先说一下，如果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后觉得有受益的话，别忘了点个赞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请记得订阅，并且按下旁边的小铃铛，选择打开全部，也别忘了分享给亲朋好友。好，我们回到主题。赖比瑞亚是一个位在非洲西部海岸的国家，起初是美国的殖民地。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，由美国送回大批获得释放自由黑奴在此定居。他们于1847年7月26日宣布独立，脱离殖民地，成为非洲第一个宣布独立的自由民主国家。美国在1862年也承认了赖比瑞亚的独立。后续美国投入了相当大的帮助和基础设施，协助他们现代化。就像赖比瑞亚的宪法和国旗就是仿照美国的宪法和国旗，又如首都蒙罗维亚就是纪念美国第5任总统詹姆斯·门罗而命名的。这当然也包括了政党制度和选举的民主制度。而真正辉格党就是当时的最大的政党，这个政党也是仿效美国辉格党而命名的。真正辉格党是一党治国，并且垄断了赖比瑞亚政治超过1个世纪以上。赖比瑞亚由于长时间由同一个政党长期执政，一党独大，因此容易造成腐败的现象，而形成独裁。发生在1927年赖比瑞亚的总统选举，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弊案代表。1927年赖比瑞亚举行总统选举，大选的结果是代表真格辉格党的查尔斯金获得胜利。他是已经连任2任的现任总统，他击败了人民党的代表托马斯·福克纳。问题来了，当时注册的选民少于15000人，而福克纳的得票数是9000票，拿到了60%过半选票。但是令人吃惊的是，查尔斯金竟然获得了约243000票的投票数，夸张的票数已经超过了注册选民的总数了。选票明显伪造太多了。厚脸皮的执政党竟然宣布查尔斯金以压倒性胜利赢得了1927年总统大选，他得到了96%的支持，福克纳只得到4%。你认为这是第一次他们这样操作吗？其实不是的，他们在4年前查尔斯金也是这样操作伪造选票而获得胜利的，再次当选连任。当年1923年的总统选举，有资格投票的选民尽管只有6000名，但是查尔斯金却获得了45000票。
查尔斯金总统为了赢得他历史上的一席之地，却做了荒诞的行径。事实上，查尔斯金确实有历史地位的，只是与他想象的不同而已。奈比瑞亚的全国选举委员会将1927年的那次选举称为有史以来最被操纵的选举，并且吉尼斯世界纪录也将其列入，称它为有史以来最欺诈的选举。次年被击败的总统候选人福克纳挟着强大的民意，谴责查尔斯金政府在国内允许奴隶制度、奴隶贸易和强迫劳动，最终导致查尔斯金总统在1930年辞职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聆听夸张的选举，放松一下心情，不要让选举这2个字让您感到不安，情绪也一直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。其实，我们不需要焦虑，而是要练习放下自己的成见和主观，要练习放下自己单方面的感觉，不要对事情进行过多的判断和过度的解读，就是要认清问题的本质重点。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公正性和真实性而已。另外，2020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，因为新冠病毒让整个世界停下了脚步，其实也刚好让我们人类好好想想，我们是如何生活的，如何过日子的，如何迷失在忙碌中的。请多保重，注意安全哦！也请您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